韩兄，这里灵气极佳，但飞了这么久，却没见到一株灵草，好像有点不对。我也注意到了，越往上灵气越充沛，大概是原主人觉得山顶种植效果更好，特意为之。韩兄，若山顶真有修炼圣地，我们不妨在此修炼一段时日，不必急着出去。父兄，这等灵气充沛之地，若能安然修炼，又怎会被抛弃？韩兄说的是老夫太天真了。我刚才也有此念头，毕竟能节省不少时间。过去看一下，白雾里有东西。韩兄发现了什么？二位看看碑文。昆吾？难道是传闻中的昆吾山？此山不是在灵界或者黄泉吗？怎会在此？看来此山是被封印了起来。以此山的名头，这里肯定有无数古修洞府。以此山被封印的情况看，我不认为古修洞府中会有太多东西。倒是这座石碑伫立几万年，吸收天地灵气，早已成了一件异宝。看来二位道友不太相信。灵石？不是灵石，虽然看起来和水属性灵石很相似。往上面去看看吧。三小子，还要多久才能破开？再要1日1夜就差不多了。这万修之门比想象的要麻烦得多。我们耽搁太久了，若我们一起攻击，时间能快不少。山上有狮禽兽这等上古凶禽出现，我自然要防备一些了。进山不过数日，时间还大有宽裕。哎，这倒也是。其他宗门的元婴修士就算再快，进入此山也还要一段时间的，只是怕后面的禁制会更加麻烦。银日夜叉，好高明的风遁术。这妖物灵智极高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这就是昆吾山？哪个混蛋竟敢打开封印，想让大晋陪葬吗？老夫真是倒霉透顶！既然知道来这里晦气，你还敢来？前辈，你出来了。这最后一层禁制，不是单凭我一人就可以撕开的，不然本妃还会等到现在？不可能，在2件通天灵宝镇压下，这一届不能有人可以挣脱这个大阵。前辈是一丝神识，想把晚辈惊退吧？你知道九真伏魔大阵和通天灵宝，难道是昆吾三子的后人？晚辈并非昆吾三子的后人，但是有关前辈的事情，这一届晚辈恰巧是知道的几个人之一。哼，不要再找了。本妃真身的确还未脱困，但也不会让你破坏万载不遇的脱困良机。幻妙天下！看样子要再沉睡一段时间了。在封印北边有裂缝可以进入，赌圣门的人正在破解入口呢。大长老，地下被人用幻阵掩饰了什么？已经安排人手极力破除。有头绪有就好，先回去吧。一破除幻阵，马上通报我们。花师兄，不必忧虑，南疆没有元婴后期修士，就算其他宗门修士赶到，我们4人联手也不怕。话是如此不假，南疆不是本门一家独大，正魔10大宗门的人恐怕也会插手此事。那是什么？无子同心魔。无子魔？难道是阴罗宗前老魔的化身魔子？哼，除了这老魔，还有何人修炼这魔功？不同时灭杀5魔，他几乎是不死之身。我倒是谁对钱某的无子化身如此了解？原来是独圣门的花道友。道友对这封印的东西知道些什么？哈哈，钱兄说笑了，花某怎会知道什么？只是这里离我们较近，在下带着同门看看罢了。倒是钱兄身为阴罗宗大长老，怎会有闲情到此？哦，我记得离这里最近的宗门好像是化仙门吧？不知贵门何时搬迁了？至于钱某，只是到南疆办些事情，凑巧遇到了这场热闹而已。哼，我原以为像钱兄这等身份显赫之人不会轻易出门的，不知是何事。没什么要紧之事，只是处理一个逃亡南疆的叛逆罢了。是吗？倒是花某多心了。在
在封印北边有裂缝可以进入，祖圣门的人正在破解入口呢。哈哈，原来如此。钱某倒是可以助贵门弟子一臂之力，在下就将先走一步了。这钱老魔心狠手辣，别让他伤了我们门下弟子。给我滚！老夫要进去。前辈，这里是本门先发现的，本门几位师叔就在附近。前辈，就算是花天启本人在此，老夫也一定要进去。是吗？不知老夫门下这位弟子如何得罪郑卫兄了，竟惹得道友不惜亲手教训。原来花兄真来了，郑某失礼了。刚才只是说笑而已，哪会真的以大欺小？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四散真人郑卫道友吧？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五子同心魔，原来是阴罗宗的钱兄到了。好说，郑兄名头可一点不比在下小啊。花兄，贵门弟子守住此地，莫非想连在下一毫挡在外面吗？钱兄说笑了，我们哪敢阻挡钱道友？本门也是想先破解此阵，以免有道友被困其中。哦，这倒是钱某错怪贵门好意了。不过这区区幻阵还难不倒在下，钱某现在就想进去，不知道有意下如何？没问题，钱兄只要能闯阵而入，在下绝不会阻拦分毫。那在下就先走一步了。还有其他道友想闯阵的吗？花某同样不会阻拦的。父兄碰到的灵草是禁制吗？把我传送到这邪门的地方，怎么飞也飞不出去。既没有禁制出现，也不太像是幻术。难道真要硬生生的被困死在这里？原来是这样。果然是高明的藏物化形手段。去！韩兄，是韩兄破的阵吧？老夫还以为要被活活困死。多亏韩兄出手。父兄，你那株灵草应该是法器幻化的，你上当了。上古修是真够阴险的。这里是龙潭虎穴，下次别再轻举妄动。韩某可没把握每次都破阵。父某明白了，以后绝不冒失。果然有其他修士来过。不光是这样，你再看看那片的山石，这个剑痕也是崭新的，有人和什么东西动手过了？难道是那只银翼夜叉？五子同心魔，这是钱老魔的化身。原来是傅道友，真巧啊！怪不得四处找道友不见。这一位仙子，莫非是北夜小极宫的修士？至于这位，莫非就是天南韩立韩兄？你可让我们好找啊！哈哈哈哈。既然碰上了，不如趁机拿到封魂咒解法。钱老魔真身！奇怪呀，奇怪。钱兄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挑起两宗大战？两宗大战？没兴趣。钱某只是找韩道友了断旧事，与二位无关。现在离开绝不为难。钱道友的话深合我意，韩某也正想领教五子同心魔的大名。钱兄，在此地贸然动手不妥吧？此山当然要谈，但韩道友必须留下。父兄想插手，在此地，我三人还要联手，恐怕不能让钱兄如愿了。哼，看在二位面子上，可以暂缓，但此人必须交出本宗遗落的鬼罗山宝物。你指那面鬼罗山？正是，只要归还，暂放你一马。放我一马？口气不小。番可以还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不知钱兄愿不愿意听？条件？
你杀我长老，抢我宝物，还敢提条件？贵宗长老无故对我伴侣下手，你觉得我会轻易交出吗？区区天南修士也配谈条件？糟了，是逆情断天大法，反而激怒他了。出了什么事情？诸位道友为何这般惊慌？钱兄果然神通惊人，比我们还早到。咦，这不是九幽宗的副道友吗？原来是花兄，刚才的爆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还要问你呢。幻阵爆裂把通道堵死，想必是你们的安排了。道友不要误会，我们到的时候这里早有人了，幻阵根本不关我们的事。莫非你想把气撒在傅某身上？这里还有人？我们是被上古传送阵传送到此的，被困了数日。你们说的幻阵，应该和那批提前进来的人有关。此事若是九幽宗所为，古宗主不可能不在。不过刚才我们飞进来时，看到三妹和钱兄剑拔弩张，莫非傅道友得罪了钱兄？此事韩长老，你说的没错，偏殿中枢被我毁了。大长老客气了，韩某只是在古书上看过，自当尽力。算算时间，我们部下的幻阵后手该发作了。禁制越来越频繁，说明我们接近核心之地了。那只银翅夜叉老阴魂不散的跟着，难道想偷袭？这要如何是好？我们就是一人探寻一处地方，也根本无法都探寻一遍的。不用紧张，这说明已经进入核心之地了，这才会出现这般多分支的，这应该是一件好事。分开行事肯定不行的，人手一旦单薄，连自保之力都没有。我们要走哪条路？还是先到那边平台上看看，是否有什么标示的东西再说。净空禁制，这里竟然布下了这种禁制，这就是核心之地了。原来韩道友竟出自天南，跪地修士在我们大晋可很少见的。不过道友击杀了阴罗宗的长老，还拿走了鬼罗幡，这个过节可是不好化解的。在下只是自保而已，若不是阴罗宗长老主动去找在下麻烦，韩某怎会遭遇此事？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三位道友已经在此待了一段时间，那应该知道此山到底是何处了吧？这倒知道一些，此地就是你们大晋传闻中的昆吾仙山。昆吾山！照这么说，现在已经有人跑到我们前面去了。既然能打开如此大的封印，那些人实力绝对非同小可。钱兄，现在可不是争斗的时机，不如我们这些人联手，将那群人驱逐出此山，然后在各凭机缘瓜分宝物，如何？至于你和韩道友的恩怨，出了此山再说。联手？错过这次夺取封魂咒解法的机会了。花道友，幻阵自爆后，封印出口被毁得怎样？还有可能从此出入吗？到底怎样？韩兄不妨亲自去看一眼，最起码短时间内是无法进出了。的确无法通行，不过看样子恢复正常似乎也不用多长时间。在这期间，我们先探下此山再说吧。马上走，可别真让这些人将宝物抢先拿走了。金石阁不用问，一定是储存材料的去所。祥云殿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，麒麟院则一看就是，所以最有可能存放通天灵宝的地方只有这3处，一个是昆吾殿，一个是灵宝阁，还有一个是镇魔塔。所说的不错，我也觉得通天灵宝应该存放在这3处之一。不过以我们的能力，
顶多只能取其中2条路。2条路？你打算选哪2条？灵宝阁和镇魔塔。这2个方向，可我觉得昆吾殿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昆吾殿太过明显，此山被封印，留下通天灵宝，大有可能是镇压妖魔。这样说也有道理，可昆吾殿作为核心建筑，必须要探上一探的。七叔之言，我何尝不知？但我们总共就只有这点人手，分成3队的话，力量就太单薄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各带3人去探灵宝阁和镇魔塔，再找1名长老去昆吾殿探路。好吧，就依七叔之言。不过这名弟子单独行动，要小心尸禽兽和银翅夜叉，让他带上弥天镯。弥天镯发动必须用自身精血，二哥能不用的话，还是不要动用此宝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镇魔塔里的妖鬼邪魔，就由老夫去会会吧。风师弟，我们手上还剩下几套阵旗阵盘。启禀大长老，除了花费数十万灵石购置的紫薇七星阵外，手边已经没有其他布阵器具了。那就将这套紫薇七星阵在此地布下，另外将那群虎头蜂和2只吸血蝠也放入阵中。是。没有禁止边动，这里竟没有被做下手脚，还真是一件意外之事。这很正常，估计那些人的布阵器具也消耗的差不多了。不过这些是什么东西？没听说过有石头做的傀儡。这些不是石傀儡，正确的说法是石灵，是将妖兽精魂用某种秘术强行打入特制石像中。上古时期曾盛行一时，后来失传了。可惜这些都是损坏之物，否则在下还真想好好研究1、2的。哦，韩道友竟对这种上古秘术也知道？没什么，韩某对傀儡术有些研究而已。韩道友想弄一只完整石灵，倒也容易得很。那几个倒塌的地方，说不定还能残存几只呢。孽畜，想找死！噬影兽，这里竟会有这种怪物！如果落单碰到这只可比元婴后期的怪物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你叫什么叫？不就是让我替你报仇吗？老娘可没兴趣做这些事，被困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脱困，可不想再惹麻烦。而且那2拨人类全是元婴修士，没一个善党。你想得美！是你自己大意被砍掉爪子，凭什么要老娘报仇？况且当年昆吾3子把我们拘禁在困灵阵中，不就是想让我们替他们守山吗？老娘偏不让他们如愿。可是我们若不灭杀入山之人，被他们我们的死灵派，恐怕我们又要落到被人驱使的下场。哼，凭他们也能闯进昆鱼殿，你当昆鱼殿的禁制是摆设不成？特别是那北极元光，根本防不胜防。那些人真去闯昆鱼殿，那才是回道友，这可不一定。这些闯阵之人有元婴后期修士，身上有防住北极元光的宝物，大有可能。而且道友真的不想趁此机会取回我们的本命牌吗？否则就算出了昆灵阵，我们还是无法离开这昆仑山一步的。这里灵气充沛，老娘为什么要离开？人间想必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，我就在这修炼到飞升为止。回道友何必嘴上硬唱？说起来我等也算颇有渊源，这应联手。渊源倒是有一些，是那人类人昔日饲养的灵兽，都是一起被封印在困灵阵中的。就是因此，我们3个才有联手可能。只要偷偷跟随人类修士潜入夺取。但听说有后期修士带队，还有个疑似有通天灵宝的家伙，到时候别本命牌没拿到，反把自己搭进去了。老娘被人封印怕了，大不了钻入灵脉深处1000年，他们就算有本命牌，又能奈我何？鬼道友不要忘了，我可同样擅长屠遁之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很简单，若本命牌被人类拿去，我肯定会被逼问一只10级玄岩龟的妖丹，你认为人类会放过你？到时候我肯定会被派来追杀你。那你和我一起躲起来不就行了？我绝不会放过夺取本命牌的良机，无法吸取山岩音乐精华，我是终生无法进化到金身乐师的。哼，你这是在要挟老娘！是不是威胁你自己判断？你不要忘了，你被古修师系列情绪丹给你造成了神智全无的蠢物了。这个人情我自然记得，除了我们，应该还有第4个被传来的家伙。若是能和他也联手，我倒可以考虑。我早私下询过了，没找到其他妖怪踪迹，他没情绪丹，还存在的可能性不大，就算存在也没时间找了。好，既然你提起清虚丹，老娘就再助你一次。但说好，拿到本命牌立刻走人，从此隐修不出。这就对了，只要自由，天下哪里去不了？行动前要好好计划，别反而中了人类圈套。